还仅用一块面包就征服了帝国5大美男，甚至让高贵的他甘愿在身上纹下诱饵之花。他从未预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不久前，原本的绝世恶女在某天彻底失踪，无尽的猜测弥漫着帝国上下，却始终找不到真相。而现在，女孩看着终于找到的线索，手指微颤，这是毁掉她人生的凶手。传言瓦西里安伯爵对精灵进行了残忍的实验，而已诞下3位子嗣的他们，竟然要再从孤儿院领养一位孩子。为了复仇，女孩服下药剂，绝世恶女化身尿不湿战士，为潜入敌人家族做着准备。看着镜子中稚嫩的脸，还有周围小屁孩嘈杂的叫声，已经过去1个月了，到底什么时候才来啊？就在女孩支撑不下去的时候，贵族到访的消息终于传来。女孩跌跌撞撞地跑到门口，一架奢华的马车已经停下，而眼前下来的男人正是瓦西里安伯爵。女孩眼中冒出小星星，第一次觉得仇敌也如此亲切。在众多孩子中，女孩毫无意外是最醒目的一个，可男人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并没有收养的打算。深受刺激的女孩当场就不开心了，拿出梆硬的法式小棍就准备教训对方。可女孩坚强的模样却瞬间引起了男人的兴趣。在得知女孩名叫切莎后，在女孩怀疑的目光中，他的身形也被一把举向空中。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爸爸了。女孩无语了，这个男人真随便。但这个剧情发展真的对吗？颠簸的马车中，女孩开始怀疑着人生，而男人却始终面带微笑，说着便准备送给女孩一个见面礼。什么礼物？这个年仅5岁的宝宝差点就尿了裤子，该不会是什么控制环之类的吧？女孩对上了男人眼神，一个合格的猎手就应该时刻保持好自己的伪装。在表示手环有些重后，男人温柔的嗓音也随之传来，从今以后，你想要的任何东西，爸爸都会满足的。此时空气却骤然一缩，但你也要答应爸爸一个愿望才行。不祥的气息瞬间笼罩整个马车，这就是巴塞利安家的真面目吗？而马车却在此时被拦下，原来是例行检查的圣骑士团。在魔女消失的1个月中，似乎有些太过平静了。一个可怕的想法突兀地出现在女孩脑海，难道男人知道她的行踪？正思考着，男人却露出了诡异的微笑。收养一个女儿的事实得保密才行。帝国严厉禁止的黑魔法在男人手中瞬间释放，女孩惊讶地长大了嘴巴，以为女儿受到惊吓的伯爵大人连忙打了个响指，黑色魔力顿时将马车完全包裹。看着眼前的建筑，这里就是巴塞利安伯爵蛇的城堡。女孩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她没想到男人为了哄她睡觉竟做到这种地步。来到伯爵家已经1周了，这个男人好像把她当成了挂件，寸步不离，甚至还会耐心说着童话故事。女孩怀疑地看着这个男人，在这个信仰强大的帝国，擅自使用黑魔法，一旦被发现就会立即处决。女孩本能地猜测着对方的企图，谁知男人竟然唱起了摇篮曲，唱就唱还完全跑调是几个意思？如果这是妈妈的摇篮曲就好了。虽然对妈妈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温柔的感觉却隐约浮现在脑海。男人的聒噪的声音不知不觉也将女孩带入梦乡。再次睁眼，男人早已等候多时了，他将女孩一把抱起，快来看看你的哥哥们。关于3兄弟的信息鲜有人知，只知道长子13岁，而下面的双胞胎则是11岁。接着，不等女孩反抗，男人便拎着小奶包来到书房。听闻男人即将外出的消息，女孩呆滞已久的脸庞终于露出灿烂的微笑，终于能一个人待一会儿了。而此时伯爵长子也来到书房，看到女孩的瞬间，眉头竟明显的一皱。原来他们即将启程黑森林。无视男孩奇怪的眼神，女孩缓缓打出一个问号，细细回想他们去那干什么。可男孩却顿了顿，就算疯了也不要牵扯无辜的人，真是奇怪的父子关系。可男人却依旧灿烂，他笑着拍了拍女孩的头，随即便转身离开。犹豫片刻，女孩还是问出心中的疑虑，我长得很像谁吗？他们之间隐约的提及，甚至如此大力度的找寻自己这个魔女，让女孩觉得收养绝不是偶然。而男人却并未给出回应，只是摸了摸女孩的头发，等我回来再说吧。可女孩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既然如此，那就好好探查一下你的秘密吧。一个魔法阵刚刚出现，就在这时，一只有力的手竟捂住她的嘴巴。城堡外，男人单手拎着小切莎，将她一把扔在满是鲜花的马车上。女孩一脸呆滞，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本想随手一击将2人顺手解决，一个人影却在此刻突然出现，伯爵的3公子巴希尔。女孩好奇地打量着，却见他径直穿过2人，向着女孩走来。这也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着这个被自家领养的孩子，随即伸出罪恶的大手揉捏起女孩的脸颊。身后的杀手见自己被无视，手持利剑就要结果面前这位自大的家伙。随着鲜花在空中绽放，2人顷刻间便化为漫天碎块。巴希尔贴心地为女孩撑着伞，透过受阻的视线，巴希尔的嘴角露出淡淡笑意，你似乎一点都不害怕啊。与此同时，书房内，他们的大哥伊修尔注视着对面。巴希尔将这个可爱的东西一把放在桌上，2人没有提及关于差点被绑架的任何，表情中都是对小切莎外表的认可。随即，老大对领养事件背后表现出不寻常的担忧，甚至想偷偷将女孩送走。但女孩可不是呆呆鸟，编了一个蹩脚的理由留下后，2人都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受刺激了。可巴希尔却提起了那件事，关于伯爵要复活死人的叛逆行为，生与死是神的领域，而伯爵竟然有着这样阴暗的计划。2人对伯爵选孩子当祭品的行为表现出深深的芥蒂。你们在说什么呢？我的孩子们。而切莎也猛地想起，
15年间那段隐秘的过往，伯爵与那位自黑森林走出的女人，诞下3个子嗣后的伯爵夫人，却在某天离奇的死去，而伯爵本人也彻底疯了。切莎这时也明白了领养的原因，是要让自己当祭品吗？而此时的伯爵也走进了屋内，在女孩疑惑的眼神中，切莎可是我的女儿，这样的女儿怎么能当做祭品？爸爸只有一个要求，把精灵女王的王冠交给我，这是神圣帝国的圣遗物，只有5岁以下的孩子才能触碰，而帝国也即将展开选召，将王冠赠予最神圣的孩子。女孩躺在床上，想到不久后的将来，自己竟然要去祷告，自己的恶女人设是彻底稳不住了，而且万一再遇到那个男人，很大概率会死的。自己本来是潜入进来调查关于精灵研究的，怎么是这样的剧情展开？想到这些，女孩也决定在奇怪的事情发生之前先溜再说。好在自己提前准备了隐身花，女孩的脚压在地上快速的摆动着，花瓣却落在了地上，一个身影站在身后，将花瓣捡起面露疑惑。见状，女孩跑得更快了。片刻后，女孩站在庭院中，刚才不慎摔倒导致花飞了出去，这也让她被男孩当场逮捕。切莎只好开始装傻充愣，而男孩却缓缓贴近，试图在女孩身上找到花瓣的线索。他缓缓俯身，在女孩的头发上轻轻闻着。就在女孩即将暴露之时，外敌入侵的钟声却骤然响起，女孩顿时感觉身体一轻，整个人已经贴在了哥哥身上。与此同时，伯爵一副风轻云淡的表情，让眼前宣读圣旨的男人感到狂妄，激烈的争吵也随之而来。在听到自己也要一起入宫时，切莎也有些迷惑了。他们即将连夜前往皇宫，可伯爵大人却只是淡淡的笑了笑，接着便回头看向自己的小女儿，感受着熟悉的气息。原来他早就发现切莎不在卧室，正准备派出部队搜寻。卡尔却不屑地笑了，真是丢人现眼。男人面对女儿的温柔和对伯爵夫人如出一辙，是因为我们很像吗？但精灵的容貌本就是由幻想构成的。男人并未回应，只是抱着女儿迅速转身，今晚就去皇宫。隔天，女孩坐在皇宫中，感觉逃跑更加无望了。等待觐见的时间，房门却被突兀地打开，这熟悉的身影瞬间便让女孩汗毛竖起。海尔伦，异端审判者，在帝国中享有生杀大权的人物，由于收容过众多圣遗物，他本人也被称颂神性的证明。而男人走进大门的瞬间，就注意到了切莎，看着他显著的粉色瞳孔，男人眼眸逐渐变得细长，随后大步走向前。就在手掌即将触碰的瞬间，伯爵大人将其一把抓住，要对我的女儿做什么？海尔伦悻悻地收回手，称只是女孩很眼熟，我要为请客间在房间内弥漫。好在副官的劝说下，二人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冲突，但暗中的博弈却并未停止。海尔伦利用核验女孩身份的由头，让伯爵大人避嫌。随着大门重重关上，屋内也只剩下他们2人。男人的目光宛如锋利的剑矢，让女孩的呆毛都立起来了。看着女孩相似的面容，你是利切西亚的女儿吗？这虎狼之词让女孩差点宕机，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鬼话？原来他和男人的纠葛要延续到很久之前，他曾祈求男人结束自己疲惫不堪的人生，遭到拒绝。短暂的相遇后，二人也重新回到自己的人生，没想到再次遇见，竟会是眼下这种场面。见女孩并未回答，男人也缓缓坐下，本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可海尔伦竟自顾自地开始解一口。年仅5岁的切莎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连忙将头埋进沙发扮演起鸵鸟。随着衣服被拉开，女孩透过指缝却发现男人锁骨下方鲜艳的玫瑰纹样，而此时伯爵的声音却突然出现，你想死吗？海尔伦爵士。伯爵大人缓缓走近，身为一个新兴骑士，竟然在自己身上留下妖女的标识。可海尔伦只是不紧不慢地穿好衣服。您知道利切西亚吗？这短暂的询问让伯爵立马猜测到了经过。带有锋利针尖的烛台，顷刻间就抵住了海尔伦的咽喉。切莎与他没有关系，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了。海尔伦缓缓起身，这次我会作为护卫骑士，那么只能到时候再见了。伯爵看着眼前的孩子，脸上的严肃立即变成了宠溺的表情，而刚才缺席的片刻，只是对把自己女儿交给异端审判官的皇帝发泄着自己的不满。为了让女儿开心起来，伯爵大人带着切莎在皇宫中散步，喜欢什么告诉爸爸，哪怕是城堡爸爸也送给你。可男人脸上的忧心还是被女孩识破，他举起小手，温柔地抚摸着男人的头发。别担心，切莎永远站在爸爸一边。可女孩不知道的是，她的行为和伯爵夫人如出一辙。几天后，女孩走在位于首都的别墅中，伯爵的反应让切莎更加好奇，想要一探究竟的她放弃了逃跑，但哥哥姐姐对待小孩子的方式让切莎不由得头疼起来。她不知道的是，位于3楼的窗户中还有一双眼睛，正静静地盯着这一切。瓦西里安家族原本平静的生活，在母亲的离世后彻底破碎，连带着本该降生的孩子也胎死腹中。长子贝尔在伯爵疯狂的时间里，早早的便承担起了家族的一切，将脆弱的自己小心翼翼的隐藏，因为他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而伯爵本人的情况也更加糟糕，他抛下了自己的一切，不眠不休地守在亡妻的遗体旁，对贝尔声嘶力竭呼喊置若罔闻，将伯爵的责任弃之不顾。直到那个想法的出现，是啊，我是瓦西里安伯爵，所以应该能把你救活吧。这就是他坠落的开始。在贝尔的眼里，
现在的伯爵就是一具满脑子禁忌的躯壳，在他的计划中，使用精灵王冠作为祭品复活亡妻，家族被灭门也是迟早的事。而作为参与者的切莎也同样无法避免。可看着眼前同样偏执的双胞胎，好在这位妹妹适应的比想象中更快，而她也不由得想起那位胎死腹中的孩子，如果那个妹妹出生，应该就像她现在的样子吧。而伯爵的声音却打断了贝尔的思考，父子俩的交谈永远带着锋芒。想到即将施行的阴暗计划和伯爵眼中毫无希望的未来，贝尔自责愧对母亲的嘱托。随即13岁的男孩勇敢地抬起头，他一定要阻止这个不择手段的伯爵，还终于展现自己无可匹敌的姿态。此时高举的武器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哥哥复仇。不久前，为了争夺妹妹的爱，两个哥哥开始了花式投喂，家族为数不多的温馨氛围也被一旁的侍女看在眼里。而鲁丁伯爵也在这时前来拜访，三人整齐的出现，让鲁丁伯爵夫人也被小小的惊艳到了。看着上次传令的鲁丁伯爵，此刻的他依旧是受皇命拜访切莎这位新收养的孩子。对方傲慢的态度让贝尔十分不爽，这一切都被很有眼力见的切莎看在眼里。随着杯子重新回到桌上，鲁丁伯爵也开始了他的表演，暗示切莎原本只是个卑微的孤儿。好在切莎并不是真的幼童，面对这幼稚的嘲讽也根本懒得回应。可这番话却让老二卡尔瞬间上头，冰冷的长剑瞬间出鞘，抵住了女人的咽喉。巴希尔也想拥有这个表现的机会，但考虑到怀里的切莎，只能暗自叹了口气。这时贝尔出声制止了这场闹剧，尽管眼神中充斥着愤怒，但肩负家族的理智还是督促他保持礼节。可少年的克制迎来的却是更加肆无忌惮的嘲讽。这就是瓦西里安的传统吗？还是说没有母亲的孩子都这样？这句话深深击中贝尔紧绷的心弦。听到对方狂妄的摔门而去，少年略显单薄的身形此刻也不住的微微颤抖。制止了冲动的弟弟后，他也独自转身离开。切莎感受着压抑的氛围瑟瑟发抖，随即又想到是因为自己才导致大家承受着的这些侮辱和谩骂。有着相同经历的他真切地体验到贝尔的心情一定非常糟糕吧。他麻利地从巴希尔身上下来，随后脚步飞快地跑出了门，根据魔法指引来到了杂物间。切莎探着脑袋，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失落的身影。即使身为大哥的他本身也依旧是个13岁的孩子。切莎轻轻地来到男孩身边，随后一屁股坐了下来，正思考着该怎么安慰对方呢。可笨拙的女孩还没开口，贝尔就强装镇定地解释，称只是女孩被冠以家族姓氏才为她出头的。切莎看懂了男孩的欲言又止，她没有说话，只是将花递给了男孩。这份心意让贝尔的瞳孔皱缩，闻到花香心情会好一点。这是母亲第一次安慰贝尔的画面，少年压抑许久的内心再也克制不住，泪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沉默良久，少年终于收拾好情绪，他只是想遵守母亲的嘱托。伯爵和弟弟们的随心所欲，让他害怕家族会在某个时刻轰然倒塌，也害怕家族的覆灭会给切莎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少年的话还飘在空中，却看见切莎已经走出很远了。女孩没有多说，只是轻轻关上了门。而那个女人的侮辱，让切莎原本冰冷的内心再次变得躁动，真是让人恼火。转眼到了晚上，鲁丁伯爵正在享用他的惬意时刻，想到白天他在瓦西里安伯爵的家里肆无忌惮地发泄着怒火，他的心里更加膨胀。微醺的状态下也很快进入了睡眠。而一个身影却在此时悄然出现，切莎此刻浑身魔力涌动，以无可匹敌的姿态降临在鲁丁的梦中。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鲁丁伯爵，此刻像一只老鼠被肆意玩弄着。利切西亚此刻以原本的面目释放着无处安放的怒火，本想给他致命一击，想到白天贝尔和其他哥哥感受到的屈辱，他也将这场狩猎游戏拉长。他的手段让鲁丁无数次的痛哭求饶，而游戏也迎来终局。武器在利切西亚手中高高举起，就在他即将劈下的瞬间，一股强大的魔力却打碎了他为鲁丁准备的梦魇。保险起见，切莎还是决定先隐藏自己，可来人却让他大吃一惊，竟是他的这个便宜老爹。切莎暗中观察着，随着瓦西里安伯爵的响指，可怜的鲁丁将在此感受人生的至暗时刻。切莎的命运背后似乎有着深层次的秘密，而巨量的信息却根本无法汇总。本想复仇的女孩此刻却一心只想找到真相。在切莎给了鲁丁伯爵一个深刻教训后，基恩也随后而至。正如他蛇一般的代号，鲁丁在痛苦的折磨下不断祈求着饶恕，他享受着鲁丁的哀求，但想到仍在家中等待的小女儿，他加快了进程。鲁丁终究还是为他今日的刻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暗中观察的切莎也发现了这一幕，他本能的担心起男人会不会受到来自皇帝的问责，而男人的表情却显得风轻云淡。他把玩着手表，想到家里的小女儿看来要赶快回去了，闻言切莎差点就绷不住了，她也必须尽快回去才行。片刻后，切莎一路小跑的回到家中，却险些和基恩撞得满怀。男人黑着脸将女孩一把抱起，本以为要被识破了，可谁知男人只是亲昵的要和女儿贴贴。感受到老爹身上传来的酒精气味，女孩敏锐的察觉到男人喝醉了，但即使是这样，却也依旧没有忘记这个女儿。望着手中的小饼干，女孩久违的感受到被照顾的感觉。与鲁丁伯爵的视角不同，他不再是暴力的伯爵，现在更像是一个宠溺女儿的父亲。随着男人一个响指，黑色魔力再次将二人包裹。到睡觉时间了，宝贝。再次睁眼，基恩已经摆好了哄睡的姿势，他摸了摸女孩的头，看着收敛了微笑的她，
小切莎只觉得爸爸今天怪怪的。想到情绪失控的贝尔，再看着眼前的男人，似乎也有着相似的悲伤。是因为伯爵夫人吗？而男人却并未给出回应。他睡着了，似乎在女儿身边，他睡得格外安心。而这些天里，小切莎也察觉到命运的指引，似乎伯爵夫人的谜团与自己有关，而她此时已经悄咪咪地溜下床，打算去找寻一下有用的情报。与此同时，利切西亚的原始据点中，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打破这个黑暗的平静。在那段无人问津的时间里，男人曾踏遍帝国大半疆土，只为寻找那个女人的身影，那个在自己身上留下烙印的女人。而今天，他以异端审判者的身份站在这里，你的主人什么时候来救你？另一边，切莎对外面发生的一切都毫不知情，正在资料室内试图找到有用的情报。书架夹层中掉落的书页引起了他的兴趣，可里面的内容却让他瞳孔一缩，这竟然是关于利切西亚的调查报告。第二天一早，瓦西里安家族难得的聚在一起用餐，面对父亲的投喂，切莎却没有丁点兴趣。昨天发现的情报中，详细的记录了自己的一生，有些细节甚至他自己都不清楚。他不知道这个男人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迫害还是保护。好在其他人并未注意到切莎的情绪。看着报纸中鲁丁伯爵的讣告，贝尔瞬间就猜到是父亲的手笔。他死死地盯着这个男人，对于他突然就在乎家族荣誉表示不解。可男人只是笑了笑。鲁丁羞辱他们的话语，他恨不得让他死上千万次，只是如此简单的死去还真是可惜。看了看自己的小女儿，基恩也说出了他的决定，让家族重新浮出水面。闻言，贝尔不禁有些恍惚，这么多年父亲还是第一次管家里的事。但很快冷静下来的他，便开始提醒男人，以后做事还是不要这么极端。男人并未表态，只是说着家里接下来会来家庭教师，让他们照顾好切利后便转身离开。见到基恩外出后，切莎瞬间便跳下餐桌。回到房间后，切莎试图将所有线索汇总。基恩调查自己的信息，一定会与地下世界有着交集。男人知道自己的专属纹身，对自己的行踪也了如指掌。而伯爵夫人是7年前离世，现在唯独缺少精灵王冠，但又为何会盯上身为孤儿的自己呢？这理不清的头绪让切莎心烦意乱。飞机放出了魔法蝴蝶，试图在小蒂那打探消息，可这用来追踪的蝴蝶似乎失去了目标。瞬间，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在脑海。到底是谁敢动我的人？脸面乖巧可爱的女孩，背地里竟是凶名赫赫的绝世恶女。以调查之名成为伯爵家的小女儿后，却收获了所有人的宠爱。而就在她感受久违的温馨时，意外却悄然发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利切西亚救下了被抛弃的小狗少年。对方因为精灵实验导致无法隐藏自己的小狗特征。看着这蜷缩着的男人，利切西亚使用魔法将对方为之自卑的形象全部隐藏。女孩刻意掩饰的温柔也被男人尽收眼底。她向利切西亚宣示了自己的效忠，可女孩却并不想收留这个小狗，只因害怕自己的恶名会给对方带来灾难。她冷漠的态度让男人眉宇间藏不住的失落，可他依旧每天徘徊在利切西亚身边，为他制作精灵专用药剂，为他跑遍大街小巷收集情报，为他制作精美的首饰。利切西亚还是没能把持住，收留了这个名为夏达的男人。在这个人人唾弃他的世界，也会有人为他而来。而这个特殊的男人今天竟然出事了。小切莎狗狗碎碎的准备开溜，一开门竟发现自己的哥哥们都在外面。巴希尔摸了摸女孩的脑瓜，称他们应急是要外出，随后便在卡尔的催促下走出了门。切莎呆呆地看着，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转眼女孩看着被打砸过的据点，心情也很糟糕，往日的画面也浮现在脑海。她不敢想象男人遇害的后果。按下开关后，女孩走进这个据点的秘密空间，在一个显眼的位置发现了男人提前准备的药剂，但这个新型的瓶子是什么鬼啊？而这时传来一阵动静，刚才说急事出门的哥哥竟出现在这里。来不及多想，女孩立马将药剂喝下，恢复了自己原本的模样。而她刚使用魔法转移，卡尔也几乎同时找到了这间密室，闻着空气中弥漫的香气，和妹妹的好像很相似。卡尔缓缓走近，却只发现地上残留的空瓶。片刻后，利切西亚便出现在城区，而他的出现也引起了人群的骚动。经过简单的调查，他很快便了解了事情经过。新兴骑士闯入他的据点，将夏达作为人质强行带走，说到底不过还是为了自己而来。明知对方的目的，利切西亚依旧决定以身入局，向世界宣告着他的回归。而作为猎物的他，很快便引来了猎人的注意。男人礼貌地致歉，称自己是大师的忠实部下，奉大师之命前来迎接。女孩瞳孔微动，没想到后世界的领袖竟然也介入此事。他们是没有详细信息的组织，也是后世界真正的主人。这本属于瓦伦帝国的领土，在某天突然降临了诅咒，变成了生命无法绽放的荒地。而这片被放弃的土地上，也聚集了在其他帝国无法生存的人。经过多年的演变，这里也成为各大势力汇聚的中立地带，也只有大师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想到这些，利切西亚并未多做反抗，他只想找到自己的小狗。在男人的带领下，他来到了这个贫瘠土地下矗立的宫殿，这也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庞大的组织。而此时他来到偏殿，幕后的男人缓缓出声：“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仅仅只是身处一个空间，也让利切西亚感受到巨大的压迫感。但他依旧不卑不亢，让男人直接开门见山吧。
尽管是神圣帝国的异端审判者，也不能干涉后世界的事物。而这次莽撞的审判者，竟是与利切西亚有着密切关系的男人。女孩瞬间就明白了，唯一与他有关的，只有那个名为海尔伦的男人。本想否认，可幕后之人竟清楚他在男人身上留下的印记。不等利切西亚开口，男人便说出了他的用意。他认可女孩的所作所为，只要处理好那个异端审判者，其他的幕后之人不会过问。闻言，女孩潇洒地转身离开，婉拒了这个蒙眼男人的带领。他在海尔伦身上留下的印记，让女孩可以清晰地感知到。随着传送魔法开启，她瞬间就来到了海尔伦的所在地。而入眼的一幕，却是那个被铁链捆绑的少年，竟然为了一个囚犯，不惜以身犯险吗？男人缓缓开口，尽管有了心理准备，利切西亚还是不明白男人为什么这样做。月光透过窗户倾洒在二人身上，海尔伦如此大费周章，竟然只是为了知道多年前女人离开他的原因，还跪倒在男人面前，祈求死去的机会。而这就是他和海尔伦的初见。5年前，利切西亚第一次觉醒精灵之力，便召来了猎人无止境的猎杀。少女无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着来自命运的捉弄。而眼前男孩的出现，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一个可以体面死去的希望。他请求着少年终结他痛苦的一生。再次睁眼，利切西亚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本以为还是没能逃过猎人的抓捕，女孩再也克制不住崩溃大哭。为什么连死掉这么简单的愿望都无法做到？世界的恶意像密不透风的网，将他死死地包裹其中。也许死在他手里会轻松很多吧。这时，刚才浮现在脑海的脸此刻竟出现在门外。利切西亚随手拿起烛台准备反抗，可眼前的少年只是平静地放下食物，看着应激的利切西亚，他随手拿起面包，缓慢地在口中咀嚼，以这种方式告诉对方食物很安全。女孩愣住了，尽管经历了无数次背叛，但这次还是鬼使神差地选择了相信。她抱着食物大口吃了起来，也许是很久没有好好吃饭了，片刻间她就将所有食物都吃了下去。男孩默默将餐具收拾好，他看向少女的脸颊，尽管经历了些许风霜，却还是没有消磨掉女孩的美丽。本想开口，可天上的月光却开始捣乱，细密的月光在女孩脸庞闪耀。女孩抬起头，怔怔出神，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停下来，看看这世间的美好。她转过头看向少年，谢谢你帮了我。这突然的转变让少年彻底红了脸颊。男孩支支吾吾地称自己是神圣帝国的见习骑士，这都是他应该做的。这番话让女孩再次陷入恐慌。神圣帝国对异端是零容忍，如果被对方发现自己是精灵的话，女孩不敢想象等待自己的下场。正当女孩计划着逃跑时，男孩却只是温柔地为她盖上毯子，放心睡吧，我不会伤害你的。而少女的逃跑计划也在一场发烧中彻底泡汤。在被悉心照顾的几天中，她对男人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逃跑不成功，还欠下了一份人情。她好奇男孩为什么要帮她，可少年并没有解释。我叫海尔伦，希望你能记住我。利切西亚愣了愣，可突然传来的叫喊声打破了这微妙的氛围。二人看向窗外，是追捕利切西亚的猎人来了，这让女孩顿时慌了神。她不想拖累这个善良的少年，猎人的数量实在太多了，本想让对方抛下自己先走，可男孩却并不领情。原来在照顾女孩的这些天里，他抽空就会出去，为女孩解决属于他的阴霾。而现在剩余的猎人已经所剩不多了，没有理会少女的失神，他拿上武器便转身离开。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殊不知他的善意却拉远了他和少女之间的距离。他很好，但没有我应该会更好。利切西亚深知男孩的处境，年轻的骑士未来有无限的潜力，而他身为精灵，神圣帝国眼中的异端，他不想成为男孩成长路上的绊脚石。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小屋，便一跃而下离开了。往后5年的逃亡生活，利切西亚终于成长为一朵带刺的玫瑰。他手刃了无数追杀他的猎人，有时也会想起那天晚上的男孩，现在过得怎么样了？会不会原谅他的背叛？又或是也加入了追杀他的队伍？在他的疑惑中，命运再次给出确切的答案。他们在截然相反的路上，成为彼此真正的死敌。陷入漫长回忆的女孩被男人出声打断，这次还不准备给我答案吗？可女孩却并不知道怎么开口，似乎是看出利切西亚的纠结。男人岔开了话题，这段时间怎么突然不见了？温和的语气让女孩有些不适应，还以为这次见面是要做个了断呢。突然一阵强烈的不适从身体传来，药剂竟然在此时即将失效。他不会要当面掉马吧？他们在截然相反的路上，成为彼此真正的死敌。但似乎眼前的男人并不这么想，他小心翼翼地打探着女孩的行踪，可并没有等来回答的机会。利切西亚此刻身体传来异样，竟然在这个时候要变回小妾杀的模样。他此刻只有一个想法，绝对不能掉马射死啊！西亚魔力涌动，在魔法闪耀的瞬间，抓起一袋面粉就扑在海尔伦脸上。关键时刻有惊无险的传送离开。小妾杀叹了口气，趁着间隙，他赶紧再次使用魔法将自己变回大人模样。而就在这时，海尔伦也追了过来。西亚的一顿操作让他脑瓜晕晕的，本能的认为是女孩想要再次逃跑，夏达想冲向前挡下，可被西亚一手按了下来。时隔多年，二人的视线再次相遇，他清楚两人之间那不可逾越的鸿沟。看着已经成为异端审判者的男人，他们之间的最后一丝可能也宣告破灭。西亚亮起魔法，拿出了帝国梦寐以求的圣遗物——鲁贝斯之矛，要以此作为交换放他们离开。
可话还没说完，男人便来到她面前。本以为是对方不同意，西亚自顾自地说着要将圣遗物毁掉，可海尔伦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嘴唇微张，却什么也没说。突如其来的沉默让西亚一头雾水，这家伙在干什么？怎么不说话了？片刻后，海尔伦终于开口，他没明白西亚为什么这么急于撇清关系。他走上前，捏住了西亚的脸，能站在你身边的只能是我。是有人在追你吗？还是因为你的女儿？这番话让西亚不由得青筋直跳，这家伙还要误会到什么时候啊？自己还没有办法解释。算了，西亚将圣遗物一把扔出，就当你同意这笔交易了。说完便传送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第二天的瓦西里安家族，我要开动了。小切莎喝着奶茶，和哥哥们准备的丰盛糕点。昨天药剂失灵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好在没有被发现。但一向完美的药剂怎么会突然失效呢？下次一定要跟夏达问问清楚。女孩暗戳戳地看着眼前吵架的二人，哥哥的突然到访让她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后世界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进去的。瓦西里安家族一定有隐藏很深的秘密。正思考着，切莎却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草丛突然传来异动，一个小狗就这么转着圈出现在众人眼前，切莎当场就宕机了。昨天夏达就说要来找她，没想到真的来了。切莎扑了上去，本想让对方赶紧离开，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两位哥哥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幕，还以为是切莎喜欢，当即就决定收养下来。眼见这一幕，切莎心里只有3个字：完蛋了。但很明显，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切莎只好将求助的目光看向爸爸，希望对方可以拒绝这个提议。没想到的是，基恩只是看了一眼便答应了下来。饭桌上，切莎看着哥哥们大发雷霆，原来是罗伊尔家族的宴会马上举办，可订的衣服却让人非常不满意。二人义愤填膺，小切莎一脸无所谓的吃着饭，巴希尔无奈的摇了摇头，这是身为妹妹的切莎首次亮相，一定要让人满意才行。转眼，巴希尔就跑遍8条街，为妹妹定制了最昂贵的礼服。看着巴卡尔精心的搭配着，还有过往记忆中巴卡尔的每一次出现，好像都是很爱打扮的样子。切莎满脸疑惑的开口询问，巴希尔略加思考，表示现在只是习惯了这种装模作样，他不喜欢自己看起来没有妈妈。原来在伯爵夫人过世的时间里，父亲和贝尔经常会离开家，年纪尚小的他和卡尔还不理解死亡，以为妈妈只是出门远游，于是他一有空就会试图把妈妈找回来。直到有一天他听见了来自他人肆意的嘲笑，称巴希尔出自名门，穿着却像没人教导的乞丐。在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死亡的真谛，也知道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女孩的真挚情感彻底击碎刽子手内心的阴暗，而瓦西里安的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小切莎躺在床上难以入睡，想到看似开朗的巴希尔，内心深处隐藏起来的软弱，还有被皇室服装工匠的刻意刁难，一个开时装店的想法油然而生。隔天，为了给妹妹买饰品，兄弟二人准备前往后世界，切莎却自告奋勇也想加入他们的队伍。二人看着这个小不点，以为只是妹妹不懂事的玩笑话，但女孩却以来这以后第一次出门为由，露出了一副委屈的表情。看见妹妹可爱的模样，巴希尔甚至想把自己藏在鸟窝的零花钱都掏出来给妹妹。切莎也露出了得逞的表情，跟着哥哥们去后世界，一点一点揭开家族隐藏的真相。马车渐行渐远，二人耐心叮嘱切莎千万别告诉大哥，后世界没有帝国那般繁华。三人到达目的地后便朝着巷子走去，几经辗转，他们推开门来到了一家帽子店，而这里竟是利切西亚的老巢。听着他们口中的称赞，殊不知老板就是他们抱着的小屁孩。而夏达也及时出现并换好了衣服。就在夏达准备介绍产品时，嗅觉灵敏的卡尔却闻出夏达身上熟悉的味道，好像和我们家的狗很像。这句话可把三人吓坏了。切莎和夏达担心暴露，而巴希尔却在担心这句话给妹妹留下粗鲁的印象。好在卡尔并未深究，转身给妹妹挑起了礼物。看着这满屋子的精致礼帽，巴希尔迫不及待地要给妹妹试戴一下。小奶包滑身软萌小锤狠狠砸在了巴希尔的心巴上，几顶礼帽甚至不用挑选，巴希尔一把掏出自己的卡，买都买下来。就在这时，卡尔再次开口：“你们这还做药水吗？上次来的时候看到什么精灵什么的。”夏达的狗毛都要吓得竖起来了。好在巴希尔再次出手解围，称卡尔今天一天都不太对劲，要找精灵是吧？我手上这只就是。再次逃过一劫的切莎脑瓜都有些冒汗了。夏达也在切莎眼神暗示下，准备带他们前往服装店。于是，一个中二的猫猫怪店长出现在眼前，奇怪的造型让三人都狠狠雷了一下。好在店长的手艺和品味都非常不错，仅仅只是看了三人一眼，便已经定下了这次礼服的主题。在与巴希尔沟通细节的同时，卡尔的眼睛却看向了一旁。今天的他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的敏感，但外面尘土飞扬却并没有人影。三人走出服装店后，卡尔似乎有所感应，直觉挥出的一刀竟将一张大网拦腰斩断。巴希尔将妹妹死死抱住，卡尔则抽出了双刀，前方竟出现一伙劫匪。这就是后世界里汇聚的垃圾。看到身价不菲的三人，便立即开始了行动。巴希尔脸上青筋暴起，和妹妹出来的好心情竟然来了一群垃圾捣乱。卡尔的双刀立于胸前，向着劫匪猛冲而去。就在利刃即将落下的瞬间，动作却突然僵直。熟悉的蒙眼男从一旁走出，大是不希望再有骚乱，这就是骚乱的世界，尽管是犯罪也不用付出代价。蒙眼男甚至对卡尔引起骚乱而表现出不满，这诡异的气氛让切莎也不由得愣了愣。此汉是大师的最高直属手下，
也被称为不幸的象征。在这个混乱的后世界，他的出现便象征着死亡。切莎心里更加疑惑，这个大师到底是什么身份？仅仅只是这种程度的骚乱都会被对方盯上，这也让他对瓦西里安的秘密更加好奇。这时，子汉却盯上了巴希尔怀中的切莎，切莎依旧满脑子问号，但子汉却是礼貌地行了一礼，没有人们口中常说的再见，而是说着下次不要再见了。本以为对方是天性冷漠，可子汉却摇了摇头，与我这样的人交往会变得不幸。话语中似乎透露着对自己的厌恶，而这份厌恶让女孩也勾起了不堪的回忆。曾被视为疯子精灵的女儿切莎的童年也曾如她一般黑暗。女孩抬起头，回应男人的是一个灿烂的微笑。下次见面也要打招呼哦。子汉的脸上依旧看不出表情，让三人离开后转身便走了。夜晚，小巷中的暴行没人看见，男人挥舞着皮鞭，而一旁正是白天的劫匪。想到白天那张可爱的脸，男人握住鞭子的手微微颤抖。还是第一次有人用善意面对这样阴暗的他。尽管还想再见女孩一次，但是他真的不敢，只因那个女孩的父亲是瓦西里安伯爵，也是这个地下世界真正的王。瓦西里安伯爵的身份竟是后世界地下真正的王。而这时的别墅内，三兄妹正紧张地站成一排，听着大哥贝尔严肃地讯问。巴希尔只是想带妹妹出去玩，可贝尔却摇了摇头。在听见卡尔称自己足够保护妹妹时，他的话如同重锤，砸在每一个人的心脏上。切莎并不是家族真正的血脉，尽管这话迎来了巴希尔的反驳，卡尔依旧只是冷冷地说着，切莎只是和家族毫无相干的人。女孩嘴唇微张，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贝尔早就说过会让她脱离家族，虽然他们都有些照顾彼此，但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人。女孩捏紧了拳头，多亏自己还傻傻的想参加宴会，还去收拾那个侮辱瓦西里安的鲁丁伯爵。为了不丢瓦西里安的脸，费尽心力的准备礼服，这一切都与我毫无关系。本以为贝尔是个重感情的人，而此时迎接他的只有冰冷的眼神。切莎落寞地垂下的手臂，懊恼自己擅自改变计划，而不是调查结束立即离开。她要完全离开家族，成为那个原本的自己了。回到房间，切莎的心情还是无法控制的低落。她走向窗边，身后却涌现出密集的黑影。在女孩回头的瞬间，黑色魔力瞬间沸腾。瓦西里安公爵竟在这时赫然出现。男人看着眼前的女儿，伸手弹了弹她的鼻子。怎么这副表情？看来被贝尔训得很惨啊。切莎尴尬地摸了摸嘴角，看来去后世界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基恩并没有多说，只是将女孩抱了起来。责备你的是哥哥，那爸爸只能安慰一下。在魔力的笼罩下，他们瞬间就来到了一个花园。看着花园中种满了玫瑰，二人的世界仿佛在瞬间定格。空气中弥漫的玫瑰花香，让女孩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切莎突然睁开了眼睛，好奇地询问这是哪里，可男人的回答却险些让切莎心脏都跳出来。这里竟然是皇宫庭院。皇宫庭院被当成菜市场一样随便逛。基恩只是笑了笑，伸手为女儿拂去灰尘。这里很适合我的女儿。似乎是看出女孩的心事，被哥哥骂了心里很难过吧。切莎沉默了片刻，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爸爸也会去后世界吗？这个问题明显有些超出男人的预计。女孩只是握了握拳头，没关系的，不告诉我也没关系的，反正我也不是瓦西里安人。闻言，基恩身边的风似乎都旋转起来，他将女儿一把抱起。这个事只能跟切莎一个人说。他凑近女孩耳边，爸爸在后世界做件事，就是像照顾切莎一样照顾那里的人。所有的信息都串联起来，切莎终于明白了瓦西里安的秘密，那张自己的调查报告和自己特殊的纹样，就连三兄弟出现在据点的那次，也是因为海尔伦的关系，以及在后世界时大师的手下对兄弟们表现出微妙的忠诚。自己的老爹竟然是交涉过的后世界大师，这个惊人的消息让切莎大脑瞬间宕机。此刻她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快点跑！切莎终于发现黑森林中隐藏的真相，折磨母亲的凶手却指向了象征正义的神圣帝国。不久前，瓦西里安伯爵的身份彻底浮出水面。切莎坐在床边，她无法想象身份被拆穿的后果，于是诞生了离开的想法。反正贝尔也决定让她离开，干脆就顺水推舟摆脱这一切吧。看着小狗夏达欢快地蹦跶，女孩脸色一黑，别玩了，我们要逃跑了。隔天，小切莎狗狗碎碎地站在门口偷听，离开前可得多收集点有用的信息才行。而整个城堡都已经搜寻完毕，接下来就是那个领地内最神秘的黑森林了。随着精灵魔法的闪烁，小切莎在落地的瞬间就感受到弥漫的阴暗气息。好在精灵是精神力最强的种族，回想起那是基恩的恍惚感，也许就是长期进入黑森林的缘故。可夏达的狗叫却打乱了他的思绪，一个宛如幽灵的影子就这么突然出现在眼前。这地方的诡异超乎想象，但基恩来这的原因却让女孩更加好奇。眼见怪物并没有攻击性，小切莎也决定抓紧时间调查。随着口中精灵语的吟唱，无数用以追踪的蝴蝶向着周围飞速扩散。仅仅片刻，随着蝴蝶光芒的闪烁，小切莎跟随着指引，竟发现阴暗的森林中别有洞天。一个奇怪的东西瞬间吸引了她的目光，女孩瞳孔一缩，竟然是已故伯爵夫人的墓地。看着上面新鲜的花朵和装饰，想必这些年里那个男人都有在好好打理吧。而这时精灵却再次传来指引，随着女孩的视线，树上竟然有着密密麻麻的字迹，上面竟然全都是精灵实验的记载。而这份记录是几百年前神圣帝国的实验笔记。女孩不敢相信，
象征着秩序与正义的神圣帝国，竟然有着这样的实验，就连唯一的异端审判者海尔伦都完全不知情。这只有一种可能，实验人员是帝国最高领袖红衣主教亲自参与。一个猜测也在脑海诞生：精灵族是以精神力强大著称，可他的母亲却成为了人人口中疯掉的精灵。他不敢想象那个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切莎的魔力不受控制的狂躁起来，一定会帮你报仇的。好在小狗的及时提醒，才让女孩恢复了冷静。她目前掌握的信息是，起码瓦西里安人没有参与这件事，但基恩的调查会不会与切莎有着相同的目的？但没有办法了。现在唯一确定的是，他没有理由继续留在瓦西里安了。切莎的命运再次迎来转折，她也即将离开这个本就不属于她的地方。女孩将所有的不舍都深深隐藏在心底，她知道身份暴露的下场，父亲的宠爱和哥哥们的温柔都会在顷刻间化为泡影。可贝尔的行为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他口中的离开，竟然是要带着切莎私奔。这天下午，切莎来到贝尔的办公室，尽管他有很多话想说，但话到了嘴边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贝尔看到了妹妹的表情，却也什么也没说。半晌，切莎踩着小碎步缓缓走近。我要什么时候走呢？女孩的头在此刻也彻底垂了下来，但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下了。贝尔的驱赶对她来说也能顺理成章地离开，如果有什么想要的可以尽管拿走，甚至还想要一笔财产也可以。贝尔的话出乎了切莎的预料，但随即又露出一副思索的表情。那就把小狗带走吧，他只需要这只小狗，因为他来的时候也是孤身一人。尽管他即将离开，但还是露出了灿烂的微笑。谢谢你。伯爵家的所有人对他都很好。贝尔愣了一下，似乎是没想到这就是切莎的答案。他的手不自觉地抽动，看着女孩稚嫩的脸颊，你肯定对这里也有过一丝感情，为什么不请我将你留下来？如果觉得可惜，至少也要表现一下。切莎的平静让贝尔第一次感觉到躁动，可女孩却只是淡淡的回应：应该怎么做呢？也不是我想留下就能留下的。但好在他已经习惯了分别。10年前第一次接受领养的他，只因弄脏了地毯就被无情地赶出家门。这是他第一次被夺回不属于他的东西，这是利切西亚最无助的时期。可孤儿院的大门却再次对他敞开。少女的落魄一览无余，但老师没有问她回来的原因，只是看着少女的落魄，将她瘦弱的身躯紧紧抱住。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尽管老师能力有限，但养活你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愿意接受领养，那以后就留在孤儿院吧，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闻言，利切西亚控制不住的崩溃大哭。老师的出现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束光，他也曾以为自己会是幸运的孩子，可那场大火却葬送了他所有的希望。他还是回到了孤身一人，所以眼前的场面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贝尔短暂沉默后也做出了他的决定。2天后伯爵和2兄弟不在，就在那天夜里出发吧。得到答案，女孩也做好了准备，离开后喝下药剂，变成原本的样子，让女孩的模样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第2天，切莎趴在阳台感受着微风，得到确定的答案竟让她有些轻松。只是也许以后会怀念这个庄园，还有这对很好的双胞胎。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当面道别了。他朝着对方挥了挥手，也许以后会在后世界再次遇见的。但想到那个基恩的大师身份，让女孩又有些退缩了。不管怎样，她也想确认大家的生活都过得怎么样了，但她却没有注意到，自从来到伯爵家，她的计划都会在不经意间落空。很快就到了约定的时间，凌晨的夜晚，女孩也早早地收拾好了一切。伯爵和巴希尔兄弟都不在家，她的离开可以悄无声息。临走前，切莎再次向贝尔行礼，犹如她刚来时一样。尽管要离开，她也很感谢这段时间的相遇，可贝尔却只是盯着她一言不发，半晌才开口称他也会一起去。这个决定可让女孩的脑袋都有些宕机了，她不可置信地询问着对方，贝尔的答案却出乎她的预料。原来在她崩溃的时间里，切莎送的那束花也在不经意间成为温暖她的光。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他想还给女孩拿份珍贵的温情。而至于工作，我就让身为老爹的伯爵去头疼吧。瓦西里安全员疯批上线，为了和妹妹私奔不留下证据，贝尔竟引爆了整个伯爵府。不久前，为了让切莎没有一丝留恋的离开，身为大哥的贝尔将温柔藏于心底。他冷酷地劝诫女孩离开。毫无疑问，被赶出家门让女孩感受到了深深的刺痛，但不过是再一次经历离别。切莎这次选择坦然地接受了命运，只是有些可惜这些天来之不易的温情。唯一的遗憾大概就是没能好好道别吧。可就在离开的夜晚，贝尔竟也收拾行李一同上路。这个决定让切莎短暂地愣住了。自从伯爵夫人离世后，基恩就彻底沦陷在了后世界，整个领地的政务都是由身为大哥的贝尔全权处理。贝尔轻笑一声，剩下的就让爸爸看着办吧。而他随行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切莎不被过早的发现，起码要等到帝国的祈祷会开始，这样女孩才能彻底的安全。他不想让切莎卷入复活伯爵夫人的风波中，切莎没有反对。现在让她恢复成大人的药剂十分不稳定，重新研制还需要一定时间。二人踏上了离开的马车，切莎看着窗外，心里也有些不舍。转头的瞬间，却发现贝尔正掏着什么，这个熟悉的符文，好像是什么东西的起爆装置。我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贝尔应该不会这么离谱的。下一刻，
激烈的爆炸席卷了这片土地，切莎的脑袋都宕机了，她不敢相信眼前的场面，整个伯爵府都化成了一片火海，一时也想不明白人怎么能捅出这么大的篓子。而与此同时，基恩也有了些麻烦，没完没了的刺客让他更加亢奋。可奇怪的是，刺客对他的动向似乎了如指掌，来不及细想其中的隐情，一封宅邸失事的急报在这时传来，爆炸引发的大火蔓延了整个宅邸，好在没有人员伤亡。闻言，男人命令子汉将巴希尔二人送回，身形一瞬便来到了宅邸，看着漫天的大火，却因为周围汇满人群，不能使用黑魔法处理，就算将其扑灭，善后也会消耗自己不少时间。刺客和大火仿佛都是为了将他拖住，他几乎瞬间就猜到了这是贝尔的手笔。听到就连切莎也失踪了时，基恩终于不再淡定，他自顾自地走进火中，一把便推开了切莎的房门。可那个消失的女孩竟让男人变得有些癫狂，我的女儿去哪了？而另一边，贝尔也到了落脚的酒店，准备明天再出发。切莎还是一副乖巧的模样，可离开家族的她将贝尔的称呼改为了少爷，这立即引起了贝尔的不满，要叫哥哥。尽管女孩不明白为什么贝尔这么执着称谓，可还是顺从地点了点头。她竟然也开始有点享受这种逃亡生活了。贝尔的照顾让女孩感到十分放松，以往总是忙于工作的她，切莎却第一次看见她拿剑的样子。说起来，瓦基里安家族的剑都非常特别，可贝尔却解释称这些都是魔剑，是瓦基里安伯爵领地继承人专门打造的魔剑。原来瓦基里安领地的黑森林中有着不可言说的魔物，就算是帝国也对其知之甚少，民众都将其视为流传坊间的怪谈。而黑暗森林中的城堡象征着瓦西里安管控魔物的古老职责，魔剑的成型还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鲜血喂养，这种拥有魔剑的方式也代表继承了处理怪物的义务。对怪物造成的杀戮，让继承了这个义务的瓦基里安家族无异于诅咒。这份隐秘让切莎都瞪大了眼睛，可贝尔只是无所谓的收回了魔剑，他只是变相的解释了让切莎离开的原因。到了睡觉时间，贝尔和父亲的行为如出一辙，哄睡的方式都如此相似。他看着女孩睡去的脸颊，一时间竟有些恍惚。和切莎相处的时间，他始终觉得短暂。此刻的他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你真的是我妹妹就好了。切莎的逃跑计划迎来助攻，为了带妹妹离开，贝尔不惜引爆了整个公爵府，只因他不满父亲的计划，牵连无辜的妹妹陷入危险，而公爵的强大追踪也紧随而至。基恩看着切莎空荡荡的房间，此刻他的心里有着道不明的情绪。夕阳透过窗户倾洒而下，此时男人的视线中闪过已逝的公爵夫人，女人似乎正微笑着看向他，男人骨节分明的手微微抬起，却在触碰的瞬间失去了这美好的幻想。或许是在惩罚他作为父亲的失职，女儿的画面再次闯入他的脑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切莎已经占据他内心的重要地位。也许是从女儿的指尖拂过男人发丝的安慰，又或是朝夕相处习惯了他的存在。想到这，男人手指微微发力，他讨厌这样的消失，就像夫人离世一样突然。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个想法油然而生，是时候去找老师了。伊弗罗伊公爵是帝国的3大贵族，也是首屈一指的顶尖魔法师。他健硕的身躯甚至高过了普通男性，有着独特又充满魅力的嗓音，魔力让他的身体始终保持着年轻，因此社交界的酒会经常会出现他的身影。有着年轻外表又实力强大的他，也只有一个人能轻易的拿捏。女人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幻觉，基恩的突然到来可给他吓坏了，手中的酒杯砸出，却被男人轻松躲过。发生了什么事？总不能是让我扑灭你家的火才闯进来的吧？基恩沉默片刻才说出了原因，他的小女儿不见了，需要帮忙寻找。基恩单膝跪地握住女人的手，师父。这一声呼喊让女人险些呆滞，仿佛再次看到了那个年轻的身影。这个称呼狡猾地越过了女人所有的心理防线。没办法的伊弗罗伊提出了条件，要让基恩的第3个孩子巴希尔拜入他的门下。在女人眼中，那个孩子有着卓越的魔法天赋。之前由于巴希尔并未同意，这次事件之后他会考虑的。这时的伊弗罗伊也疑惑地抬起头，为什么对一个领养的孩子那么上心？但基恩却并未解释，那场大火需要善后，出于无奈才找到老师。毕竟在帝国使用黑魔法是极为禁忌的事，基恩的黑魔法很容易招来异端审判官的追捕。而伊弗罗伊出手的话，便没有了这种顾忌，只是需要本人的头发或是亲人的血液才行。基恩没有说话，手中的利刃已经划破了手掌，鲜红的液体顺着手掌滴落在瓶中。面对女人的疑惑，基恩解释称切莎肯定和老大在一起。伊弗罗伊接过瓶子，一股强大的魔力也在手中涌现。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贝尔正搂着妹妹沉沉的睡着，强大的魔力波动却将切莎瞬间惊醒。一个硕大的法阵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天花板上，这种特殊形态的法阵，切莎瞬间就认出了追踪魔法，但这个颜色却并不出自基恩之手。有着如此大范围精准追踪的魔力，让女孩瞬间就猜到了施法者的身份。红色液体顺着伊弗罗伊的魔法羽毛，透过法阵瞬间就追踪到了切莎的位置。女孩来不及思考伊弗罗伊和基恩的关系，她不能现在就被抓住，而同样的魔法是无法对付身为大魔法师的伊弗罗伊的。
下一刻，独特的精灵之力在女孩体内疯狂的爆发，她要在魔法阵没有彻底形成时彻底终止。小精灵很满意自己的天才想法，手中一朵鲜花浮现，先用诱导睡眠的花安抚睡梦中的贝尔。现在的精灵已经濒临灭绝，没有强大攻击手段的他们面对敌人也只能采用避战的手段，但切莎却是与众不同的，她的攻击也毫无顾忌。只见身材幼小的切莎掏出一柄巨大的斧子，锋利的双刃斧轻易地划破了地面。那就让他们尝试一下精灵大人的厉害吧。为了找到女儿，公爵不惜以鲜血为代价，由伊芙罗伊亲手释放了覆盖帝国的追踪魔法。而另一边熟睡中的切莎也猛然惊醒，看着空中逐渐成型的法阵，一个大胆的想法也在脑海中诞生。同源的魔法是无法摆脱大魔法师追踪的，但女孩的身份却是与众不同的精灵，独特的精灵力在她身边弥漫。切莎的遭遇造就了她战斗的本能，下一秒，一柄硕大的双刃斧就已经出现在女孩手中。女孩幼小的身躯离开地面，将手中武器拉开了一个巨大的弧度，随后猛然砸向了法阵。法阵的破碎让伊芙罗伊遭到了反噬，强忍着身体的不适。伊芙罗伊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破碎的法阵让他误以为贝尔身边有着与他一样强大的魔法师。与此同时，切莎也悄然落地，他缓缓收起武器，随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次危机解除，基恩一定还会寻求其他的办法，但他的身体还是孩子的模样，目前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挡箭牌了。一个有着强大力量的身影逐渐闯入脑海，但对方的身份却让切莎还是一阵抓马。伊芙罗伊此时也知晓了贝尔身边的是谁，而他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切莎不经意展现的惊人魔法天赋。伊芙罗伊的漫长生命中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存在，相较于女人的兴奋，基恩却露出的一抹担忧。他本能地认为女儿正面临着危险。瓦基利安伯爵府内，基恩拿出了贝尔留下的信件，言辞中坦率地表示不会让妹妹为父亲的计划陷入危险，并愿意承担带来的一切后果。两兄弟虽然吃惊大哥的举动，但更疑惑的还是父亲的决定。这个满脑子都是复活母亲的男人，切莎本该是计划中的妻子，但基恩预料之外的关心，却将所有人深埋心底的感情彻底暴露。或许是因为与母亲相似的外貌，切莎在伯爵府的每一天都仿佛温柔的风抚平了他们年幼时内心的伤痕。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不知从何时开始已经变得弥足珍贵，让他们不可抑制的牵挂着。罗斯，我最近好像变得很奇怪，这个本该是为了救你的孩子，却让我感受到意外的亲近。孩子失落的模样甚至会让我感到不安，最重要的是在他面前的我会发自内心的开心。如果你在我身边的话，会说些什么呢？而这时，一道声音却打破了伯爵府的沉寂。子汉慌忙地闯入，声称自己找到了切莎和贝尔的行踪，听说是一位审判骑士带走了他们。闻言，众人心头猛然一颤。海尔伦审判骑士，他们本该在截然相反的路上，成为彼此真正的死敌。可5年前发生的一切，让这位帝国最忠诚的骑士开始莫名的改变。此时的海尔伦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瓦基里安的领地。副官雷克斯分析着遭遇袭击的原因，他看向海尔伦，这个男人好像变得愈发奇怪了。一听说火灾的消息，就带领骑士们赶了过来，就算是为了调查，甚至连负责教会的守卫也一并带来，是不是太过了？雷克斯敏锐地察觉到了原因，是因为那个伯爵家养女的原因吗？5年前的神圣帝国，海尔伦在禁闭室背诵着教条，因为擅自离港而被关禁闭的他，好在雷克斯会经常给他送些食物，同情弱者并施以善行。海尔伦的呢喃让身为同伴的雷克斯都一脸诧异。以往的他无论面对怎样的局面，都只会严格遵守教条，人类的温柔善意在他身上找不到丁点留存。雷克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海尔伦只是低下了头，随后露出了一抹灿烂的微笑。他好像知道不求回报的付出是什么感觉了。这是雷克斯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也是从这天开始，海尔伦成为了帝国创立以来最年轻的异端审判者。他几乎完美地处理一切任务，却唯独抓不到精灵力切西亚。魔女可以说是海尔伦唯一的污点。众人在前往伯爵府的途中，海尔伦却敏锐地发现空中的蝴蝶，瞬间男人便调转了方向。这和利切西亚相似的魔法气息，无形之中牵引着他的内心。尽管副官不断的劝阻，海尔伦还是自顾自地向前走去。终于，指引在拐角停下，前方竟然出现了那个熟悉孩子的身影。海尔伦翻身下马，这个孩子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而这一幕让副官雷克斯也一头雾水。难道海尔伦说那个精灵的女儿是真的吗？与此同时，切莎也热情地打起了招呼。又见面了骑士叔叔，他就知道海尔伦一定会来的。昨晚他就给对方送去了这只蝴蝶，他相信如果是他的话，一定不会把自己交给基恩，毕竟海尔伦对他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一旁的贝尔也疑惑起两人的关系，切莎这才解释称是在皇宫认识的，海尔伦是他的骑士。贝尔疑惑地看向对方，海尔伦长舒一口气，见到切莎的刹那他就有些恍惚，险些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光明正大出现的身份，他是保护切莎参加祈祷会的神圣骑士。贝尔此时也轻松了不少，父亲给的压力实在是不小，如今有一个强有力的帮手，那么妹妹今后就不必再过逃亡的生活了。海尔伦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瓦基利安的继承人也会出现在这里。贝尔坦然地说出了原因，他和父亲在切莎参加祈祷会的意见上存在冲突，所以才逃了出来。闻言，海尔伦眼眸微微眯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让神殿提供帮助的。贝尔本想拒绝，但海尔伦作为切莎的骑士，天然有着保护的职责，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而女孩的潜入计划也宣告成功，趁此机会，
他终于可以开始对神圣帝国的调查了。魔女的狩猎游戏竟让冷酷的圣骑士涌现出疯狂的爱意。法兰帝国首都神殿内，切莎感叹着这里的奢华。神圣帝国的神殿遍布大陆，无数祭司与骑士在此驻扎，代表神圣帝国的神殿，即使是国王也不敢轻易践踏。切莎与贝尔穿上了客人专属的斗篷，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神殿，他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份。片刻后，海尔伦将切莎放置在自己腿上，圣骑士化身超级奶爸，这一幕让侍从们都不敢置信。贝尔一时间也摸不准男人的行为，本想自己照顾妹妹的请求也被委婉地拒绝了。而海尔伦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用心，他轻柔地为女孩系上餐巾，只是好像还不太娴熟的样子。切莎本想抗议这种拿他当孩子的行为，但却根本拗不过这位冷酷骑士，无奈只能被迫接受投喂。短暂的用餐后，一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海尔伦竟反常的要带小切莎赏花，为此甚至支开了一旁的贝尔。切莎本想傲娇的辩解自己才不喜欢这些东西呢，可刚才买花的一幕都被男人看在眼里，空气瞬间都安静了。海尔伦叹了口气，你不必害怕我，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护卫骑士吗？赌上我的名誉，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保护你。温柔的话语像是有种魔力，好像男人会一直这样保护下去。片刻后，切莎被男人抱在怀中，她没想到竟然有一天能和海尔伦像这样散步。他们的身份导致以往的每次见面注定都是生死相向，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可突然话题就牵引到了切莎的身世。你还记得你的亲生父亲吗？闻言的切莎突然就宕机了。比起切莎的生父，男人的脸阴冷的像是要将对方撕碎，无奈总不能告诉对方自己就是利切西亚本人吧？我不记得了。切莎偷瞄着对方的反应，海尔伦嘴唇微张，似乎是在想该怎么开口。有个很像你母亲的女人，我会帮你和她见面的。他很想知道当年的利切西亚为什么消失，当年轻的骑士为他扫清了敌人，可回来的他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女人的身影。沾满血污的手划过床铺，似乎只有空气中弥漫的香味才能证明他们相处过的真实。海尔伦的诉说让切莎感到莫名的恍惚，他没想到以海尔伦的视角，这一切会是如此荒诞，仿佛在说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一样。明明他只是将男人当成猎物，利切西亚享受着这场狩猎的游戏，打破海尔伦的冷酷外表，在他身上刻印下专属于他的诱饵之花。这一切只是因为看到他破碎的一面很有趣而已。看着男人细长的眼眸，女孩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小切莎的模样。好在海尔伦不知道她内心的波澜，切莎有些心虚，但话已经到了嘴边，她还是好奇地询问对方：“你和阿姨是什么关系呢？”与魔女势不两立的审判骑士，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她的忠犬。男人误以为切莎就是利切西亚的女儿，感受到被抛弃的她，迫不及待地想打探切莎父亲的情报。切莎本能地想解释，突然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小孩子的模样。没想到有一天吃瓜能吃到自己身上，所以你和我妈妈是什么关系呢？可话说到一半却被侍从打断。侍从汇报着情况，称瓦基里安的少爷似乎什么都不知道。闻言的西亚误以为神殿对贝尔进行了审讯，恶狠狠地盯着这个汇报的骑士。男人赶紧解释，自己只是想帮忙打听切莎母亲的消息。他们推测可能是西亚遭遇意外，才将年幼的切莎抛弃在孤儿院。殊不知他们眼前的切莎就是曾经恶名昭著的魔女本人。但利切西亚在他们眼中并不是会抛弃孩子的人，相比之下他们还是更想打探孩子父亲的线索。侍从呼之欲出的好奇心却迎来了海尔伦冰冷的目光，吓得他赶紧称自己有事跑路了。可他似乎对于切莎的生父充满执着，如果你想起有关你生父的任何事，请第一时间告诉我。闻言，切莎的脑袋都快宕机了，他也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乌龙，但现在还不是解释的时机，等以后再告诉他吧。在神殿度过的这些天，让切莎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宁静。海尔伦似乎很忙，几乎没有时间碰面。他和贝尔得到了神殿最好的房间，贝尔为了获取外部情报，每天都很晚回来。在这期间，他们似乎亲近了很多。切莎没事就会带着夏达在神殿溜达，或者在房间看书看到睡着，就这样悠闲地度过一天。到了晚上，他会像基恩照顾他一样哄贝尔睡觉，他有点害怕自己会习惯这种感觉。几天后，日子平静的让西亚感到不安，他很想调查些什么，但神殿内偏偏没有有用的资料，而且最重要的是，关于基恩的情报到现在也没有传来。算算时间，就算贝尔不告诉他，他也应该得知二人正在神殿的消息了。这样的等待让切莎也有些想他了。随后他又重新扑在床上，左右翻滚，试图制止自己的胡思乱想。夏达为了研究让他恢复大人身体的药水也离开了。偌大的神殿让他感受到莫名的孤独，他好像又重新回到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切莎打了个盹，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海尔伦竟然在这时赶来，一会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跟在我身边。一头雾水的切莎这才得知瓦基里安伯爵竟然来了。海尔伦将切莎抱起，顺着众人的目光，两个黑色的身影就这么出现在门口。基恩身旁的女人竟然就是不久前抓捕自己的顶尖魔法师伊芙罗伊公爵。可这位响彻大陆的魔法师竟然称切莎是他的侄女，让神殿把孩子还给他们。闻言的西亚一脸问号，但海尔伦却依旧面无表情。神殿可从不会强留自己的客人，身份在神殿骑士眼中从来不重要，只要切莎愿意，他可以随时离开，但没有人可以强迫孩子做任何事，即使是帝国的公爵也不行。为了找回女儿，身为黑魔法师的基恩竟然不惜将自己彻底暴露在神圣帝国面前。不久前，伊芙罗伊公爵带着基恩找到了神殿，他谎称自己是孩子的姑姑，
想要将切莎带走。可海尔伦身为神圣骑士，即使是身为帝国的公爵，他也不能莽撞行事。他看向切莎，家里为你准备了你最喜欢的玩偶。可切莎却犹豫了，他最开始就是为了调查母亲的下落，却意外地感受到了伯爵家的温度，但随之而来的割裂感，让他也明白自己其实本不该属于这里。害怕自己的身份会给他们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害怕自己会在这样的温柔乡里沉沦。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瓦基里安家族。可这时，基恩却再也坐不住了，他不顾伊芙罗伊的劝告，走到了切莎面前，思念似乎从基恩眼睛里溢了出来。爸爸来接你了，跟我回家吧，我的女儿。原来在得知海尔伦将兄妹二人接走后，这位曾无比憎恶神圣帝国的男人，尽管遭到卡尔和巴希尔的反对，他还是决定独自前往神殿将女儿带回来。而伊芙罗伊也在这时赶了过来。基恩是实力强大的黑魔法师，强大的黑魔法在神殿眼中却是异端的象征。他莽撞的决定会让他再也见不到所有真爱的家人，就连经营多年复活夫人的计划也会彻底泡汤。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伊芙罗伊才决定由自己亲自前往，而基恩禁止在神殿使用任何魔法。可现在的他，在见到女儿的瞬间，魔法还是克制不住的躁动起来。切莎本以为自己只是拿到精灵王冠的工具，可是在看到基恩的瞬间，还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脸颊也因为纠结而变得通红。半晌，他还是拒绝了这个请求。闻言的基恩似乎心里紧绷的弦彻底的断掉了，他不可置信的感受着这一切，体内的黑魔法也变得更加躁动，就连神殿众人也疑惑的看向这个以为是普通贵族的男人。基恩的身上正涌现出本不该出现的压迫感，原来切莎的离开完全是他自己的意思。看着即将控制不住的基恩，切莎也彻底慌了神。明明是冷漠无情的后世界主人，为什么会这么在意他的离开呢？而基恩则像是被女儿抛弃的父亲，颓废伴随着疯狂，让切莎甚至在想要不要打一巴掌让他冷静一下。黑魔法在这种场合出现可是要出大问题的。他随后看向海尔伦，这位神圣骑士正冷冰冰地看着一切发生。切莎突然想到了什么，难道海尔伦在等待着基恩使用黑魔法吗？他必须要阻止这一切。可基恩却自顾自地捂住脸颊，随后将头缓缓抵下，手中竟然开始涌现诡异的黑色波动。他不明白为什么切莎要抛弃他。见状，切莎飞扑上前想要阻止，如果彻底释放黑魔法，一定会迎来海尔伦的抓捕的。而就在这时，贝尔已经一拳向着男人砸去。你冷静一点。看到女儿的瞬间，男人不惜放弃经营多年的复仇计划，将自己彻底暴露在审判骑士面前。看着即将暴走的基恩，切莎奋不顾身地想上前阻止，可贝尔却瞬间出现在眼前，一拳砸在了男人脸颊上。你最好冷静一点，他是瓦基里安的长子，却在基恩缺席的这些年里替代他照顾着巴希尔二人。眼见男人将整个家族弃之不顾，他再也抑制不住隐藏在心底的情绪。见状，切莎小心翼翼地拉着哥哥的裤腿，称自己累了想回去休息，必须要尽快结束这样紧张的局面才行。伊芙罗伊公爵也庆幸着好在贝尔出现的及时，在海尔伦疑惑的目光中，他将失神的基恩一把提起，称在切莎给出答案之前，他们三位得好好聊聊才行。另一边，贝尔抱着切莎离开了会议厅。刚才的一幕让女孩的心里再次拧巴起来。明明现在是最好的局面，在海尔伦的保护下，理所应当的离开了瓦基里安，可刚才下意识的反应却彻底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基恩的轻声呼唤让他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决定。回到房间后，贝尔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坐在了地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一边是自己疼爱的妹妹，一边是失职的父亲。感受着耳边传来的哽咽，切莎只能回应哥哥一个温暖的拥抱。他知道贝尔的纠结是为了保护他不再受到伤害，而这时窗户却突兀地打开，巴希尔二人竟就这么翻窗进来了。二人打量着房间，哥哥和妹妹在这里住得还不错，可贝尔却将切莎放在一边，手中的长剑却猛然出鞘，他不准二人将切莎再次带走，这是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局面。见状的卡尔也陷入沉默，看着大哥拔剑相向，他轻轻叹了口气。好久没见的大哥，嫁了伯爵府还安排刺杀，只是为了带妹妹离开，有必要这样吗？闻言的切莎也是一惊，没想到贝尔还是个腹黑的家伙。眼看着场面逐渐焦灼，切莎立即高举双手，挥动的手臂让二人也意识到不该在妹妹面前如此粗鲁。而一向温和的巴希尔也快步上前，在女孩离开的这段时间，他们都很想她。这还是三人第一次拥有妹妹，这样的温柔攻势让切莎险些缴械投降。卡尔这时也放弃了和贝尔对峙，他戳了戳切莎的脸蛋，没有你在的日子，家里好像又变得死气沉沉了。切莎本以为自己只是被利用的工具，可二人这可怜兮兮的表情又是怎么回事？正想着，身体却突然离开了地面。贝尔抱着切莎，痛斥着二人哄小孩一样的言辞，但很明显二人一脸不服，他们说的可都是真心的。卡尔劝着大哥好好想想，他们只需要一个计划，一个让父亲放弃白日梦还能保全妹妹的计划。毕竟复活母亲，如果是用切莎的命作为交换，想必他也一定不会同意的吧。伯爵朝思暮想的妻子，真实身份竟是个精灵。不久前，为了让妹妹安心回到瓦基里安，兄弟三人开始制定阻止基恩的计划。在卡尔的眼中，父亲计划多年都要复活的母亲，竟然是个背叛者的形象。原来年幼的卡尔为了让生病的妈妈开心，他瘦小的身体在花园中将花一枝一枝的采集，小小的花束却装满了他的爱。他无数次的幻想着妈妈看到鲜花开心的笑容，可直到走到母亲门前，听到里面传来的争吵，是我做了什么让你生气的事吗？基恩的声音充斥着哀求，可回应他的
却只有一个冰冷的安抚：“你没有做错，只是我必须这么做。”闻言，心口的刺痛让基恩丧失了理智，也同样摧毁了卡尔的脆弱。基恩的手疯狂地颤抖着，他不明白为什么相爱的两人却在死亡的前夕要离开这个家庭。他不断地哀求，换来的却是更冰冷的答案。伯爵夫人虚弱的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就算这一去会是永别，他也一定要离开。门缝中的光像是利刃，卡尔只觉得这个家破碎了。明明他能感受到来自妈妈的爱，却不知道为什么，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也不愿意留在他们身边。年幼的他向着外面狂奔着，直到摔在了地上。这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也许妈妈一直都是这样想的吧，就算是收到从前最喜欢的花，那份温暖的笑意可能也只是伪装罢了。卡尔握了握拳头，在他的心里，也许妈妈根本就不想回来。切莎内心也充满遗憾，原以为伯爵夫人的离世会是个美丽的意外，现在想想基恩的反常，也许二人之间也有着隐秘的过往。总而言之，三人还是决定先将妹妹安全带回家再说，一定要阻止基恩的计划。毕竟用以复活的黑魔法如果被发现，那么瓦基里安家族被灭门也是迟早的事。二人绘声绘色地给切莎描述，他不回家的话，父亲一定会暴走的。卡尔挠了挠头，老实说，他根本不看好父亲的计划，因为妈妈不是人类，所以本就艰难的魔法会更加难以想象。切莎仿佛捕捉到什么关键线索，等等，刚才说什么来着？谁不是人类？这句话瞬间勾起了切莎的兴趣，她本来就是精灵，对异类的信息自然十分敏感。正当卡尔揉着脑袋，不知道怎么开口时，贝尔却说出了答案：伯爵夫人是精灵。听到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和妈妈还有精灵存在，让切莎瞬间就愣住了。而这时整个地面竟然开始剧烈晃动，切莎险些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原来就在刚才，三人正商谈着什么。伊芙罗伊公爵敏锐地察觉到海尔伦内敛的气息，他是个血腥味十足的审判骑士。基恩质问着对方：“你对我女儿说了什么，才让她拒绝回家？”闻言的海尔伦叹了口气，表示一切都是切莎自己的决定。伯爵的行事让小女孩害怕也是理所应当的，并且神殿有着保护弱小的职责，所以他决定在神殿继续将他们抚养长大。闻言，基恩的手心开始溢散黑色的魔力，随着手掌重重拍下。你到底在说什么鬼话？为了争夺小切莎的抚养权，基恩和海尔伦竟选择大打出手。不久前，切莎意外得知了伯爵夫人身份的真相，原来同为精灵的她在这世上并不孤单。可楼下的传来的冲击却让四人彻底慌了神。在听说海尔伦要代表神殿抚养切莎的瞬间，基恩手中的黑色魔力便控制不住的开始逸散。势不两立的仇敌竟要收养自己的女儿，愤怒让他脸上的青筋跳动着。伊芙罗伊公爵本想劝阻，可海尔伦却依旧自顾自地说着，称切莎的离开本身就是对他的抛弃。闻言，基恩没有做出回应，但这样的他却让伊芙罗伊公爵吓了一跳。他死死地抓住基恩的手，试图阻拦这个即将暴走使用黑魔法的男人。可海尔伦却陷入了沉思，他一定要基恩露出自己的真面目。瓦基里安伯爵，如果你想杀我的话，就尽管试试吧。海尔伦手中的长剑已经完全出鞘，耀眼的光芒让伊芙罗伊公爵都不可置信，似乎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基恩淡淡一笑，海尔伦手腕上的锁链似乎早就对他蠢蠢欲动了，而现在显然就是最好的时机，千万别留手，要不然你会死的。说完，海尔伦的身体便已经动了，他的长剑画出一个锋利的弧度，向着基恩迅速劈下，而伊芙罗伊公爵手中的法阵也早已蓄势待发，剧烈的爆炸声瞬间席卷了神殿。与此同时，三兄弟抱着切莎正向着神殿赶去，外面的动静让切莎充满担忧。片刻后，他们终于到达神殿顶端，而下方的一幕让切莎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伊芙罗伊公爵的强大毋庸置疑，但面对神殿地新兴骑士，那基恩暴露黑魔法师的身份也是迟早的事。想到卡尔说出的真相，伯爵夫人竟也是精灵，那么说不定自己梦寐以求的真相，或许基恩早就知道。切莎指了指战斗的中心，竟想要三人将他给扔过去。这个提议可给兄弟们都吓坏了，可切莎只是委屈巴巴地说着，毕竟他们的争吵都是自己造成的。这样的可爱攻击让贝尔和巴希尔毫无招架之力。贝尔也觉得这样闯入战斗中心十分冒险，但现在情况紧急，切莎瞬间从贝尔身上跳了下来，向着前方跑去。虽然很高，但这是解决争端的唯一办法了。可这时切莎脚下的石板却突然断裂，她的身体直直地向着下方坠落，这可给兄弟三人都吓坏了。切莎本想顺其自然，可一道法阵却从巴希尔手中亮起，他始终觉得这种方法太过冒险了。下一刻，金色的魔法缠绕着切莎的身体，将她拉了上来。可魔法的牵引却仿佛出现了偏差，切莎的身体就这么直直地飞上了天。这怎么和计划的不一样啊？这一幕让巴希尔脸都吓绿了，赶紧尝试着修复法阵的偏差，可重新修复法阵似乎已经来不及了。而场中的伊芙罗伊和海尔伦同时一怔，此时的切莎下坠速度已经超乎想象。原本淡定的基恩，苦苦隐藏的黑魔力终于在此时彻底涌现。海尔伦也释放出自己手腕处的锁链，想要在切莎落地前接住她，可他还是没能快过这个男人。切莎再次睁开眼，却发现基恩已经将她稳稳抱住。接到你了，我的女儿。这所有人的面，基恩还是暴露了自己黑魔法师的身份，只为了救下女儿。而这样的基恩让切莎也感到不可思议，就连伊芙罗伊公爵也捂住了脑门。下一刻，海尔伦的锁链便将基恩瞬间束缚，连带着他怀中的切莎也抢了过来。而驻守神殿的祭司也匆忙赶来，可基恩却依旧不为所动。随着锁链上闪烁着黑紫色的魔力，基恩猛地抬头，
翻涌的魔力席卷了神殿，蜂拥而至的祭司瞬间就失去了意识，但唯独海尔伦除外。这样肆无忌惮的出手，让切莎和伊芙罗伊公爵都惊呆了。基恩却只是淡淡的开口：“别紧张，我只是为对话提供一个简单的环境。”闻言，海尔伦手中的锁链缓缓收紧，基恩却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交易：放他们离开，他会提供一份魔女利切西亚的情报，以及神圣帝国精灵试验的报道。仅仅简单的一句话，让海尔伦瞬间再也不淡定了。他本能地认为基恩在胡说八道，可这样严肃的场面，让他也开始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片刻后，束缚基恩的锁链缓缓脱落，而他们的交易也正式开始。基恩将魔力注入祭司体内，将他们的记忆全部篡改。这还是基恩第一次展现自己的全部实力，就连切莎也感叹起对方的强大。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不久后，基恩便会送上海尔伦需要的材料，但这座神殿已经彻底损坏，下次就只能约在其他地方见面了。说着便将小切莎一把抱了起来，准备带着女儿一起离开，但海尔伦却拒绝了这个提议。二人的争锋让切莎也一阵别扭。虽然得知伯爵夫人是妖精还需要继续调查，但切莎还是有些担心，这也许会是离开瓦基里安家族最后的机会。看着基恩脸颊上充斥的笑容，其实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家。切莎的手抚上男人的脸颊，他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但基恩已经知道了切莎的答案，那种心痛的感觉再次钻入他的心口。但这次他选择尊重切莎的决定。基恩亲吻了女儿的发丝，强行压抑了内心的不舍，将她再次交给了海尔伦。海尔伦本想交代交易日的细节，但基恩却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了。片刻后，伊芙罗伊公爵吐槽着男人的莽撞，而眼前出现的身影却让他微微愣住了。巴希尔似乎经历了极大的煎熬，他快步上前，本想替巴希尔教训一下对方，可巴希尔只是缓缓低下了头，自责与愧疚仿佛将他彻底包围。从小巴希尔对魔法就毫无兴趣，而基恩的答案也是想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似乎只要平安快乐的长大，就是当父亲的唯一心愿。直到巴希尔刚才使用魔法的瞬间，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可笑，这样三脚猫的魔法却险些害死了自己的妹妹。因此他找到伊芙罗伊公爵，请教我魔法吧。海尔伦的隐秘过往终于揭开，猎人与猎物身份转换的游戏，似乎只有他执着地追求着那份来自西亚的奖励。不久前，基恩和海尔伦约定后，便带着其他人回到了城堡，而小切莎也被海尔伦带走。想到下次基恩和海尔伦重逢时，自己就要做出决定，切莎的小脸都不由得变成了苦瓜。马车已经走了很远，他真是不明白这家伙到底要带他去哪里。切莎好奇地打量窗外，他好像来到了海尔伦的私人住所。这座城堡超乎想象的恢宏。不久后，热水褪去了海尔伦的疲惫，久违的回到住所让他彻底放松了下来。神殿的教会众人要保持每一根头发丝的清洁，任何来自外部的污秽，包括疤痕和缺陷，都要用神力净化。可随着海尔伦的起身，他背上的疤痕却显得狰狞恐怖，似乎那些教条从未被他放在心上，又或是这些东西有着特殊的含义。海尔伦站在镜子前，缓缓解开了衣扣，望着锁骨下方的玫瑰纹样怔怔出神。不久后，随着海尔伦沐浴结束，侍从也找了上来。基恩的手段让这些侍从彻底失去了昨晚的记忆。得知神殿的圣王在找他时，为了完成和基恩的交易，海尔伦只能让圣王耐心等着。这样的回答可给侍从都吓坏了。但现在的他只关心那个带回来的孩子。想到切莎从未提及的生父，海尔伦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利切西亚，这个在他记忆中完美的影子。几年前他们的再次相遇，身为异端审判者的他奉命抓捕魔女，可这个女人却逃脱了他的锁链。原来西亚只是好奇，这次来的到底是谁？看着斗篷下这张熟悉的脸，西亚也露出不出所料的表情。而在海尔伦愣神之际，来自西亚的束缚也将他牢牢控制。西亚轻抚着男人的脸庞，作为当时的报答，他的吻让海尔伦彻底失去了抵抗。如果还想得到奖励的话，下次我会为你刻上猎物的标识。而猎人与猎物的身份也在此时彻底转换。所以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海尔伦不断追寻着利切西亚的线索，以及那份未知的奖励，直到切莎的出现，却让他感受到一股莫名的背叛。此时的切莎正享受着孩子的专属待遇，与利切西亚相似的容貌，让他收获了侍女们的喜爱。海尔伦见状对西亚更加不满，竟然将孩子丢在那么危险的家族。他决定说服切莎不要回到瓦基里安。下一秒，小切莎的快乐便戛然而止。海尔伦湛蓝的眸子已经出现在了他的头顶。这时的侍女才想到已经到了孩子的午睡时间，侍女们本想准备，海尔伦却打断了他们。片刻后，切莎也没想到竟然会有和海尔伦同床的一天，而海尔伦对此的解释是称瓦基利安的人都太危险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切莎的安全。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海尔伦的不懂分寸拒绝圣王的邀请，让神圣帝国的圣王充满愤怒，也许该给他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了。海尔伦彻底褪去冷酷的外表，在切莎面前彻底化身女儿奴。晚上本来只是睡午觉的二人，一睁眼竟然已经到了凌晨。小切莎抹了抹嘴角的口水，看向海尔伦，却发现对方不知何时已经醒了过来。海尔伦本想让他再睡一会儿，但小切莎已经毫无睡意。见状，海尔伦只能给切莎盖好被子。只是再次看到女孩的脸时，你的妈妈应该也很想你吧？突如其来的感慨让切莎再次好奇起，从海尔伦的视角，他们二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所以你和我妈妈是什么关系呢？这是切莎当时想听却没能听到的答案。本以为会听到意想不到的答案，可海尔伦支支吾吾半天，却说二人没有任何关系。
似乎看出了女孩的不满。如果硬要说的，我是你母亲的猎物，但这样不着调的话语，显然被小切莎当成了对方在胡说八道。海尔伦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似乎也被自己的说辞逗笑了。是啊，毕竟他可比丽切西亚要高多了。海尔伦罕见地露出笑容，这是切莎从未见过的样子。对方伸手在切莎鼻子上点了点，声称下次见到丽切西亚，一定要将猎人的身份互换才行。闻言的切莎也是一脸无语。海尔伦这时将切莎搂入怀中，随后再次沉沉睡去。所以，这样情绪化的海尔伦也是真实存在的吗？这些天里，海尔伦已经沉迷奶娃、散步、吃饭、睡觉、看童话书。正如他所说，海尔伦这些天里寸步不离。尽管被侵占私人空间的切莎感觉很不耐烦，但当桃子蛋糕递向嘴边时，他还是没能忍住一口咬了上去。而海尔伦脸上的笑容却是愈发明显，甚至有一种全职奶爸的错觉。这时侍从推开门走入餐厅，声称神圣帝国的圣王已经来到了法伦帝国首都。闻言的切莎也感到一阵错愕，似乎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气氛都变得诡异起来。片刻后，切莎一个人来到走廊，圣王到来的消息让他想到了什么。他曾在海尔伦身上发现过那种伤势，好像就是在神圣帝国时留下的。但切莎很快制止了自己的胡思乱想，趁现在难得的独处时间，得赶紧呼叫夏达确认药水的完成情况。随着传送魔法亮起，夏达一脸兴奋地来到切莎面前，四处打量了一番后，他这才拿出了一个手提箱，里面满满的都是让切莎恢复成大人模样的药水。为了以防万一，他甚至各种配比都试了一遍。切莎随手拿起一瓶黄色药水，打开木塞便大口大口地灌了下去，可场面似乎陷入了寂静，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片刻后，切莎看着满地的空瓶陷入绝望。十几瓶药剂喝完的她只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可身体为什么还没有恢复呢？依旧幼小的她根本发挥不出完整的实力，这样的她很难面对接下来的危机。片刻后，切莎只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重新回到瓦基里安开始计划。伯爵夫人的消失让切莎的身世再次扑朔迷离。不久前，由于夏达药剂的失效，对方回去准备制作新的药剂，而小切莎也正考虑着接下来的打算。不管怎么说，待在海尔伦身边都充满危险，但好在自己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再过一会就可以回到瓦基里安。毕竟没有恢复大人的药水，留在瓦基里安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不会长大的孩子始终会惹来怀疑，切莎决定在1年内想出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首都大街上的孩子们正踢着蹴鞠，随着蹴鞠滚落，一个白色身影将其捡起，扔向了欢快的孩子们。神圣帝国的圣王已经到来，袖袍之下的银色铠甲闪闪发亮。察觉到海尔伦的靠近，圣王不动声色地拉下袖袍。而即使是帝国第一的异端审判骑士，在见到圣王时也要下跪行礼。见状，圣王微笑着看向海尔伦，称二人已经很久没见了。闻言的海尔伦轻叹了一口气，他不明白自己只是请假1周，为什么会让圣王万里迢迢地赶来。对此，圣王给出的解释，自海尔伦为神殿工作以来从未休息过，他只是出自担心才亲自前来看看。另外，他收到了伊芙罗伊公爵和基恩伯爵的来信，对摧毁神殿的误会道歉，还捐出了重建神殿的捐款。因此，圣王要求海尔伦尽快交还那名孩子。看着海尔伦的表情，对方一不开心就会抿着嘴巴的习惯依旧如往常一般。海尔伦是圣王最优秀的作品，但这柄最优秀的剑此刻却有着自己的意志，没有得到海尔伦的回应。圣王也不想在这种小事上过多纠结，让海尔伦自行处理后便转身离开。而这时的海尔伦却抬头看向了这个背影，犯下有违正义的罪人，他要亲自问罪，哪怕这个人是圣王也不例外。1周很快过去，终于到了和基恩约定的日子。让切莎在家等待后，海尔伦便打算独自前往。但众所周知，切莎从来不是听话的乖宝宝。使用魔法隐身后，切莎悄悄地跟了上去。片刻后，海尔伦如愿拿到了神圣帝国对于精灵的实验记录，无论是签名还是报告都遵循着帝国的规程，就连切莎也暗暗心惊。基恩毫不避讳地说出自己的妻子是精灵的事实，在失去记忆被扔在黑森林后，才遇见了当时的基恩。而基恩本不知道妻子的身份，直到女人离世之前，才爆发了最后的精灵力，然后缓缓消失不见。因此基恩希望与海尔伦联手，但听闻这一切的切莎却有些不可思议。他觉得基恩在说谎，因为临死前的精灵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精灵力爆发需要很强大的力量，除非基恩的妻子是精灵女王才行。看着二人交谈的切莎也逐渐没了心思。海尔伦和基恩如果联手，确实对他的行动有着很大帮助。切莎认为基恩的妻子是使用了欺骗眼睛的手段，所以基恩大概率看到的不是妻子真正死去的样子才对。想到这些，切莎内心充满了疑惑，为什么自己却长得很像伯爵夫人呢？明明自己出生时，基恩和伯爵夫人都还不曾相识，所以基恩不可能是自己的父亲。况且自己的母亲和伯爵夫人完全不同，不会疯掉，然后死得很彻底吧？切莎这才意识到，原来疯掉的精灵背后是母亲深深铭刻的爱意。在曾经的丽切西亚离开孤儿院后，她独自寻找着父母的痕迹，而她也是在此时才听闻疯精灵的故事。传闻中，母亲的周围遍布动物与猎人的尸体，直到死前还不停地朝着某个方向唱着什么。在丽切西亚的记忆中，她唯一记得的就是妈妈给她唱的摇篮曲。本以为自己的诞生充满了仇恨与意外，现在的切莎才明白，妈妈的爱远比想象的更加深沉。想通了这点，小切莎的步伐也不由得轻快起来，想着找个理由先回到瓦基里安再说。
而这时基恩却突兀地出现在了身后。最近过得还好吗？突如其来的关心让女孩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应，可基恩的自言自语依旧没有停下。见女孩没有反应，误以为切莎现在不想看见她。这样卑微的基恩，就连海尔伦也是第一次见。而这时切莎却缓缓转过了头，基恩肉眼可见的恢复了神采，可还是支支吾吾的称不用勉强，说谎也没有关系。这番话让切莎脑袋都垂了下来。半晌，小小的女孩忽然间扑进了男人的怀抱，宛如真正久别重逢的妇女。其实切莎没有说的是，她很担心她的离开会变成永远。小切莎纠结半天，终于还是开口问道：“我能回家吗，爸爸？”简短的几个字，却险些将基恩吊成了翘嘴。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但基恩还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切莎以后都不要离开了。感受着男人的心愿，大概是珍贵的人离开身边留下了后遗症吧。谁知阴暗爬行的黑魔法师此时竟然开始撒娇，称没了切莎他都快活不下去了。见状，一旁的海尔伦彻底看不下去了，连忙称带走孩子并没有在协议里，毕竟看着两人黏黏糊糊的样子，让海尔伦着实有些吃醋。而这时的切莎终于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她要回家了。如果海尔伦想她的话，可以随时来家里拜访。切莎希冀的目光终究还是让海尔伦害臊地转过了头。眼见事情大概已成定局，海尔伦微微低下头，在切莎的手背上轻轻一吻，表示自己会去看切莎的，这是身为守护骑士的职责。基恩的黑魔法包裹着两人，切莎短暂的挥手告别后，也消失在了海尔伦的宅邸中。马车上，基恩看着怀中熟睡的切莎，回想起他们初见时的场景，那时的女孩充满着和瓦基里安相似的无畏，就像是上天为她准备的完美孩子。但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他现在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能没有这个女孩。切莎仿佛做了一个漫长的梦，妈妈摇篮曲在梦中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长。醒来后，切莎才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瓦基里安的家中。巴希尔、卡尔二人一把抱住了久违的妹妹。切莎的回归就像是命运给予的礼物，这让女孩也相信自己应该已经彻底融入了这里。利切西亚的追求者竟然已经排到了法国。不久前，切莎的回归让哥哥们都开心坏了，纷纷感受着小切莎柔软的脸颊。在伯爵出发迎接女孩回归之前，卡尔和巴希尔早已迫不及待，就差准备强攻海尔伦的府邸了。短暂的用餐后，切莎也好奇起贝尔的下落。这位大哥自他回来就没有露面，这些天里贝尔都在后世界为家族工作。而就在这时，房门却从外面打开，久违的贝尔终于及时赶到了家里。在见到切莎的第一时间，他如往常一样伸出手，轻抚在女孩的头顶。欢迎回家。至此，切莎的回归仪式也落下帷幕。有了瓦基里安作为后盾，女孩再次拥有了光明正大进入神圣帝国的名义。她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搜寻关于精灵实验的秘密。基恩的请求也被切莎默默地记在心里。如果可以的话，她也想帮基恩顺利拿到精灵王冠。不久后，一艘远洋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向着瓦伦帝国快速行进着。斯卡王国的皇太子兴奋之色溢于言表。原来他对利切西亚同样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此刻得知利切西亚销声匿迹，便迫不及待地跨越万里前来搜寻他的下落。此时晴空万里，海鸥在头顶肆意地盘旋着，看着通缉令做成的肖像，下方竟然沾染了硕大的鸟屎。塔尔斯卡彻底无语了，好在下属极力阻拦，要不然看这架势是要飞上天好好惩罚这只海鸟了。船舱内听着哥哥大吼大叫，斯卡王国的王女也不由得叹了口气。这个单方面犯花痴的哥哥，让王女阿兰斯卡彻底的无语了。好在此行他的目的只是参加祈祷会而已。神圣帝国祈祷会选择充满神性的孩子，斯卡王国认为圣王会优先选择能够提供大量财富的孩子，因此财大气粗的王女阿兰斯卡没有将任何竞争对手放在眼里，但直觉告诉他，这次可能会出现可怕的事情。或许那位消失的妖女会再次出现。另一边的小切莎毫无预兆地打了个喷嚏，到底是谁在蛐自己？而这时的巴希尔拿出了手帕，轻轻为女孩擦着鼻子。这一周内，巴希尔跟随着伊芙罗伊公爵，魔法进步得十分迅速。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对什么东西这么上心，只为了帮妹妹摆平所有危险。上次的意外狠狠地给了巴希尔一个教训。而这时门铃响起，巴希尔一把抱起切莎就跑。还没等女孩想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个熟悉的人影就出现在眼前。他是来为大家准备宴会服装的，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可女孩却突然想到了什么，在卡尔的提示下，今天就是布罗伊公爵的生日宴，但切莎却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瓦基里安褪去以往的颓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眼前。不久前，猫猫店长看着堪称最伟大的服装艺术在完美的模特身上诞生，就连巴希尔也感叹是随便一穿就很惊艳的程度。二人交流着穿搭心得，就像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知己。这一幕给卡尔看得一头雾水。虽然小切莎也觉得这个反应太过夸张，但临走前还是忍不住多看了两眼。他真的把大家装扮得很好看，有这些人作为家人，接下来的生活让女孩也不由得产生了期待。不久后，伊芙罗伊公爵的生日宴准时召开。身为主角的伊芙罗伊公爵还是一如既往的充满英气。今天的宴会是为了纪念祈祷会，所以装饰的主体以森林为主。
虽然伊芙罗伊公爵在社交界抱负盛名，但更多人还是期待瓦基利安家族的出现。基恩的上次露面还是在伯爵夫人的陪同下，虽然表面不显山露水，但背地里还是将与夫人交谈过的人挨个调查了一番。外表柔和但内心冷漠的他，谁也没曾想过会如此疯狂地迷恋一个女人。想必他的内心也是充满孤独的。可终于找到爱情的他，现在却只能依靠短暂的回忆度过余生。伊芙罗伊公爵还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这个男人再也没有以往的从容。老师，请帮帮我。即使在父母过世时，也从未表现出软弱的基恩，在这一刻彻底的破碎了。也就是这一天，伊芙罗伊公爵打破了魔法师的规定，让基恩成为了现在的黑魔法师。这么多年过去，基恩还是没能接受夫人的死亡。而这时，一旁的男人却称自己和瓦基利安订了同一家的服装，在宴会上提及这件事，难免会引来其余人的比较。想到这，伊芙罗伊公爵也不免头疼起来。以外表不行的话，那他一定会努力将巴希尔变成一个出色的魔法师。而来自瓦基里安的马车已经临近，这样宴会对瓦基利安格外重要，他们必须要展现出家族的实力，用以维系家族的影响力。曾经偷走夏达帽子的家伙，想必也会在宴会出现，恩惠和仇敌都会被小妾莎牢牢记住。他已经准备好迎接这场宴会了。片刻后，看着门口来人，众人的交谈都为之一致。虽然伊芙罗伊公爵知道基恩会认真对待这场宴会，但当他们出现的一瞬间，还是惊艳了在场的所有人。废去以往随性的瓦基利安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眼前。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追捕让女人遍体鳞伤。此时的他祈祷着精灵女王的诞生。